手术前戴隐形眼镜1个小时之内，你就会很想要把隐形眼镜拔掉。对，但是手术之后持续使用手机或者是平板5、6个小时，你才会感觉到眼睛有干涩不舒服的问题。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差异。大概国中的时候，对，因为那时候就觉得，人家戴眼镜好像蛮帅的，因为有个造型。戴久了之后就蛮后悔的。戴眼镜之后一阵子，我就转佩戴隐形眼镜。眼镜对我来讲，可能就是回家的时候拔掉隐形眼镜再戴的。那我比较长时间在戴隐形眼镜，但是戴隐形眼镜，我因为之前工作时间蛮长的时间，大概都12个小时。所以一整天戴下来，其实我的眼睛很容易干涩，也会有类似像他们讲的那种血轮眼，就是那个眼睛的红到那个很夸张。但我曾经有戴隐形眼镜，戴到那个眼镜里面都是蛋白，清洗都没办法清洗，要直接换掉的。戴隐形眼镜来讲是最大的一个麻烦，就是除了对眼睛的伤害是很严重的。就是手术当天嘛，就是一定是会先检查一些术前的一些检查，然后可能医生会再帮你就是做评估这样子，去点麻药进到手术室。其实过程还蛮快的，就我觉得印象中应该不到20分钟之内就结束了。你就是只要遵照医生还有护理人员的指示去做，该盯着绿色眼睛、绿色光线的时候、绿色圆点的时候看的时候，你就盯着它看，那就突然就会发现你本来很清楚的那个绿点，就突然变成水雾状了，完全都是水雾状，然后就是变白。这样就是手术完成了。医生他最后在帮你把那个角膜挑出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怎么有个东西在那边动，然后拉出来之后，就那个白雾就变得更透。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手术完就是下午休息完之后，隔天就起来工作。完全都不会影响到任何的工作流程。他们通常好像都是会建议，就是可能手术完之后，就是可能要回去躺着睡觉之类的。但是因为我做手术的时间是在白天，所以我回去就是还是一样照样正常的作息，做自己正常的事情，然后就是可能稍微眼睛闭一下休息一下，然后就这样子撑过去。我就觉得也还好，不过没有什么太大的不舒服。刚手术完当下是真的，就是你没有办法使用手机，你可能就是要一直眨眼睛让它对焦，才有办法看得到手机的字。但是3天之内你一定可以很清楚，其实应该不用到3天啦，你一定就可以很清楚看到你手机的字的。但是因为我有一点点老花，所以现在可能看太细的东西，真的就是还是要一点点距离。手术前我只要现在就是用电脑的话，我可能用个不到1个小时，我就可能需要就是一直眨眼睛，一直去调整，就是眼睛让它比较舒服一点点。但是现在可能手术完之后可能会时间比较拉长，但是因为我也知道就是眼睛要保护，所以我也不会这么长时间的再去使用手机跟电脑，就是使用到一段时间之后，我自己会知道要休息。你还是会明显感觉到就是眼睛是会有疲惫的。在咨询之前就是因为我看到那个诊所里面有一个就是逛 DM 吧，然后在讲说那个测干眼的，我说这个可以测哦，他说可以啊，那测出来的结果就可能中度偏干这样子，还不到干眼。我本来以为我是干眼症，他是因为就是要测了之后才知道，就是你自己是怎样的状态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找对的医生跟诊所会比较好。医生开给我的是2瓶药水，1瓶是就是眼药水，1瓶是人工泪液。人工泪液是1天滴4次，然后眼药水的话是早晚。不能说完全没有干涉的问题，但是大概是说改善的7、8成有吧。对，不能说完全没有啦，因为你还是会去使用平板，尤其是使用手机，我不敢讲说是完全没有。对，但是改善7、8成是 OK 的。因为现在网络很方便，所以我会去做搜寻到可能是何医师，他执刀比较多，经验也比较丰富，那看到评价也都还蛮不错的，所以我们当下就决定去挂何医师的诊。我朋友去评估那一天，就是看到说，哇，医生怎么这么年轻？看到年轻的医生，其实多多少少都会心里会揪一下，因为可能就是怕想说，可能经验不会那么的丰富，还是怎么样的。但是在咨询的过程当中，我就觉得何医师还蛮有耐心跟细心去解释，就是说，我们眼球的构造啊，然后我们这个手术要怎么进行，它大概会有怎样的一个就是修复期或者是后遗症之类的，就是他都解释的还蛮详细的。所以其实我就觉得，我们选对了医生，也选对了诊所，这样子。
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雷射手术，因为它也是要看你的角膜的厚度。先找一家评价不错的诊所，然后找一个很好的医生，就是可能手术的时候手不会抖之类的医生，然后去评估看看。以我个人而言的话，我可能就是会比较偏向于最新的手术，因为都是现在手术都是走微创手术，伤口很小，那恢复期又短，也不会比较那么的不舒服。所以这是我会给想要做雷射手术的朋友的一些建议。